大家好，我叫荀攸。按道理我应该介绍一下自己，可是我懒呀，所以就照搬曹操的话吧。曹操说我外表看起来挺二，挺胆小，挺弱鸡，但其实内里很有智慧，很勇敢，很强悍，大概就像这样吧。不够形象，那就形象点。平时我就这样，关键时刻我就这样，懂了吧？现在网络上很多人用孤儿这个词来骂人，我觉得这很不好，会伤害到很多人的。比如我小时候就成孤儿了，好在我有一个关系跟我很好的长辈，他是我叔叔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没说法，我叔叔叫荀彧，他比我小6岁。哥哥，叔叔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要叫我侄子。哥，再说打你屁股啦。好的，侄子。叔叔真乖。13岁时，我识破了一个打算借着替我爷爷守墓来藏身的杀人犯。当时周围的人全都把我夸到天上去了，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兴奋。我想我这么厉害，以后不做一点大事，怎么对得起自己呢？对的，以后我一定要干大事。于是当家里给我找了一位老先生做老师时，我就很兴奋地对他说出了我的理想。我想要成为了不起的人，我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国家变好。老师显得很高兴，狠狠夸奖了我。听说这位老师曾经也做过官，他年轻时候一定也是有理想的吧？我不由得好奇地问道：你还记得你曾经的理想是什么吗？我已经忘了。一瞬间，他的眼神失去了光彩，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，不敢再追问下去了。董卓迁都长安之后，我的小雄心燃起了。我跟何勇等人商议了一下，认为我们可以一起暗杀了董卓，争取到百姓支持，然后派兵占领瑶关、函谷关，接着我们就可以辅佐皇帝，号令天下。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我们差一点就要成功之时，却被发觉了。我和何勇都被关监狱了。在监狱里，何勇一个劲在那唉声叹气，哭天抢地，好烦呀。我说：兄啊，你这么哭天抢地，我们也不会被释放，干嘛不省点力气呢？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今天的饭你不吃吗？那我把你的那份也吃了吧。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真好吃，我们来玩会儿游戏啊。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好烦了，算了，不管它了，我继续吃，继续玩。某天我早晨醒来，发现何勇已经上吊了。喂，你这么高，尸体臭了，让我怎么待呀？好烦啊。好在过了不久，有人打开监狱房门，对我大声道喜，说董卓已经被杀了，我被释放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被何勇听到，我怕他气活了。计划失败了，我很郁闷，但我的雄心没有就此终结，我又有了其他想法。我听说巴蜀和汉中一带地势险要，人口众多，于是请求担任蜀境太守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：当年汉高祖他能从一个亭长成为大汉皇帝，我荀攸凭一个蜀郡起家，以后帮皇帝平定乱世不是问题。结果又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我根本就没法过去，只能停留在荆州。后来我收到了曹操的信，原来是叔叔荀彧推荐我去帮曹操。我的理想是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变好，投靠别人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
那一晚我彻夜不眠，我闭着眼睛在脑海中无数次分析着目前的局势。理性让我没法骗自己，我发现要自己单干好像不太可能了。如果执意要走这条路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艰辛，想想都觉得好累啊，这样哪还有时间玩和休息啊？而且说不定头发白了都看不到希望，付出一生去搏那微小的成功率，这样的绝望和痛苦感，我自问无法承受。可是理想肯定不能放弃，人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那就把理想降级一下吧，降级成为帮助别人把国家变好，这不也差不多吗？我在内心反复告诉自己，理想降级了也是理想，我没有抛弃理想，我只是走了更理性的路而已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再见了，我的雄心。我不了解曹操，只知道他之前在徐州杀了很多百姓，挺可怕的。叔叔，你跟我说过你的理想是平定天下，实现公理和正义，怎么会投靠这种滥杀无辜之人呢？我投靠他之前也不知道他会滥杀无辜啊。这么说你是看错人了？靠，那你还拉我来啊？也不能这么说啦，他也有好处啊，比如他还是挺有能力的，而且他还挺听话，我说的话他全都听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引领他走上正路，所以咱们就一起帮他吧。他很听话吗？听话的老板，这倒是不错，那我试试吧。我当了曹操的军师，赶上的第一个事是曹操要征讨以刘表为靠山的张绣。既然当了军师，我当然要认真干好出谋划策这活儿。这个活儿其实蛮有技术含量的，并不是凭空一赢，需要收集一切相关因素，再进行综合分析，来得出正确的解决办法。我详细收集了刘表的财政实力和张绣的财政支出情况，并进行了严密分析后，得出结论：刘表无法长期为张绣提供粮草支持，不打，他们迟早一拍两散，打了他们反而会联合起来。于是我向曹操提出建议，我觉得不应该去打张绣，理由如下：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可是就这样，都听我的。好吧。于是这家伙还是去打了，结果刘表果然来救，结果他不但打不下张绣，还弄得很狼狈。好在撤退途中他打赢了刘表张绣的追兵，不然真是亏大了。说好的听话呢？我懂了，他并不是听话，只是听他喜欢的人的话。比起我，他更喜欢叔叔，而且这家伙应该有狂躁症，在打和不打之间，他一般是倾向于打的。于是我想了想，算了，干嘛费力不讨好呢？以后我只在应该打的地方提醒他就好了，至于不该打的时候，我管他呢。接下来曹操打算灭掉吕布，很多人反对，他们担心张绣和刘表在背后偷袭。我进行了综合分析后，认为曹操之前毕竟打败过张绣、刘表一次，以他们的进取心，短时间内应该不太感动。而且吕布这人喜欢人妻，他的部下回家以后，老是看见自己老婆红光满面，这就导致他的部下离心离德，一口气干掉他是可行的，应该打。更重要的是，以曹操的性格，他肯定想打。于是我说出了我的分析，并提议打。曹操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果然，劝他去打很容易嘛。不过打着半截，他又想撤退。于是我又收集了吕布和陈宫的情况，分析后认为吕布锐气已衰，陈宫是个智障不是个智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进攻是可以赢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以曹操的性格，他肯定不甘心撤退啊，所以要继续打。曹操又听了我，
果然干掉了吕布。所以所谓的好员工，他提出的建议应该符合2点：一是正确的，二是老板愿意听的，而且第2点比第1点更重要。这就是好员工之道吗？官渡之战是我的巅峰，我干的第一件事是画册斩颜良。我详细收集了袁绍的兵力情况和近期行动情况，分析过后得出结论，袁绍目前可用的军队应该大部分集中在白马，而袁绍本人在河北，他身边的军队应该尚未集结完毕，并不多。为了印证这个结论，我又想了一下袁绍的性格。袁绍这个人胆子挺大，喜欢梭哈，在界桥之战他就敢主力进出追击公孙瓒，自己只带100多个人在后方，所以把大部分可用兵力压在前线这种事儿，他应该做得出来。 OK， 对上了，完美了。所以如果现在让曹操带兵假意要进攻袁绍后方，袁绍一定只能把白马的军队调去增援，到时候再亲兵奔袭白马，一定能击败袁军，解围白马。这种打的事儿，曹操当然很乐意听啦，于是他按照我的计策去做了。袁绍果然从白马分走了大量军队，制胜的机会已然出现。于是曹操趁机率亲兵奔袭白马，以张辽和关羽为先锋进攻颜良。最终关羽在万军之中阵斩颜良，袁军大败，白马之战我们赢了。除了这事儿呢，我还收集了袁军运粮队的情况，进行了综合分析，随后推荐徐晃去攻击袁军运粮队，果然又赢了。后来许攸前来投降，他建议曹操去打乌巢，烧了袁绍的粮食。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，我坚决建议曹操去打，他果然去打了。这哥们儿啊，其实就这点好，只要你让他打，他一般都会去打，这大概就是狂躁症的唯一好处吧。而且最后又赢了。得知曹操进攻乌巢后，袁绍派轻骑救援乌巢，派张合和高览率领大军进攻曹操大营。当时我跟曹洪一起防守大营，顶住了袁军的猛攻。袁军主将张合、高览听说乌巢被烧后，直接来找我们投降。我觉得吧，袁绍派轻骑救乌巢，派大军围攻我们的决策并没有错，毕竟轻骑兵都没法赶到乌巢，乌巢就陷落了，可见乌巢真是没法救，所以攻下我们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然而张合、高览却破灭了袁绍的希望，这他们还能有啥好果子吃？出于恐惧来投降应该是合理的。然而曹洪却不敢接受他们的投降，对此我怒了。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呀？我觉得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不行，以上情景只能出现在意淫中，毕竟他是曹操亲戚，得罪了他我怎么混呀？算了，还是想个别的办法吧。张合的计策不被采纳，怒而来投，您怀疑什么？快迎接他吧。其实我知道这不是张合投降的真正原因，只是凭曹洪的智慧，我很难跟他解释清楚，所以只能拿他能理解的话跟他说，这样才能既让他接受，又不得罪他们。曹洪接受了张合、高览的投降，在粮草被烧和张合、高览临阵叛变的双重打击下，袁军终于崩溃了。我的巅峰结束了，我很怀念这段日子，因为后来曹操突然想让叔叔做三公，叔叔让我帮忙推辞。这种帮忙回绝别人的事很烦，也很得罪人，但他毕竟是我叔叔嘛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，为了他我还是去做了。结果叔叔不想做三公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做，你再去帮我推一下。叔叔不想做三公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做，你再去帮我推一下。叔叔不想做三公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做，你再去帮我推一下嘛。
如此重复10多次后，曹操才放弃。你们这是要证明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吗？但是别玩命折腾我啊！靠！其实通过这事儿，我已经能隐约感觉到曹操和叔叔的矛盾了。接下来的事儿则让我明白，这个矛盾终将扩大到无法控制。曹操让我做了中军师，负责为丞相府选拔人才，并负责刑狱法制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他这是想让我帮他增强丞相府的实力，以便将来用丞相府取代朝廷。看来这家伙已经把篡汉弄上日程了。这平定天下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这哥们怎么就想着篡汉了？我来帮你是为了帮你把国家变好，不是为了帮你篡汉的呀！我靠，为什么曹操要用我来做这种事呢？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我比叔叔更理性。是的，我已经达到了绝对理性的状态，我的一切行动都要在思考到完全无懈可击后再做，以至于一向思维缜密的中游都感叹我总是想得比他更深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进行了大量成功的谋划，但过于理性意味着过于顺从。曹操相信思维缜密的我一定会推演出反抗他没有任何好下场，所以他很放心用我。但叔叔不同，叔叔也是理性派的代表，但他骨子里还有一腔烈火一般的激情。他一直有一个理想，那就是平定天下，实现公理和正义。他对我说过这些，也对曹操说过这些。其实我很想去找曹操理论一下，可是我明白，我要是这么干了，那……这样好不好？你别干了。恐怕这还是最好的情况，严重点甚至……我不敢往下想了，好累啊！经历了这么多事后，我真的越来越不相信理想这种东西了。你现在还相信曹操能帮你实现理想吗？我不相信他，但我信我自己，只要我自己坚持下去就行了。叔叔的语气依旧坚定，但已然带了几分疲倦。如果某一天坚持下去需要付出生命呢？他没有回答。后来他用行动回答了我，他死了。曹操对外公布的原因是他病死了。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突然病死？我听到了另一个说法，是他反对曹操称功后，曹操送给他一个空盒。以我对曹操的了解，他虽然残忍，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把叔叔作为精神支柱。我不相信他会对叔叔下手，他应该是想用空盒子来告诉叔叔，所有的理想只是一场空，跟着他一起篡汉，获取荣华富贵才是正确道路。然而曹操错了，叔叔他没有我那么理性，他骨子里还烧着那一团火。当他看到曹操把篡汉看得比平定天下更重要后，理想破灭的他最终选择了死。他既不能改变这个丑恶的世界，也不想在这个丑恶的世界多留一秒，所以离去吧，这是最好的选择了。现在轮到我做抉择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对于绝对理性的我来说，其实并不存在选择题。我和曹操的关系不比他和叔叔的关系。如果我反抗他，恐怕我连自杀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一旦我死了，曹操和荀家就成了仇敌，他不会放过荀家。就算我愿意死，我又怎么能不管我的家族？所以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荀家，我除了顺从没有第二条路走了。毕竟我即便反抗也什么用都没有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最初的理想是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国家变好，然后我的理想就变成了帮别人把这个国家变好。然而如今，除了让我和我的家族活下去，我已经没有别的念想了。大概从我主动把理想降级那一刻，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吧。你以为只退一步就行了，实际上退了一步，后边就永远是在倒着走了。叔叔死后第2年，我带头劝进曹操做了魏公。
魏国建立后，我成了魏国首任尚书令。我继续努力工作，什么都不想。忙碌能让我忘记一切。夜深人静时，一个声音回荡在我心中。这个声音好熟悉，他问我：你还记得你曾经的理想是什么吗？我慵懒地打了个哈欠，我已经忘了。后来这个声音再也没有出现。叔叔死后几年，我也离开了人世。我和叔叔一样，死在了曹操争孙权的军中。不同的是，我是病死的。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我成功了吧。我死后，史书记载，曹操说我无毫毛可飞，只要提到我，他就会哭。叔叔死后，史书没记载曹操有任何反应。然而，叔叔死后，立刻被追谥为晋侯。潘旭还为他做了碑文。要知道，曹操强调薄葬，禁止立碑，他自己死后也并没有立碑。在他的严令下，唯有叔叔获得了立碑的特殊待遇。我死后，曹操却最终连一个谥号都没给我上。我平生有12奇策，只有中游知道。他信誓旦旦说要整理出来，让后世的人知道。然而我死后，他又活了16年，却始终没有写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大概他们都忘了。